親愛的上人、金色師父啊，在座的師兄師姐，還有我們線上的家人們哈，大家好。好，這個是永斷夢妄思想念哈，這個是《無量易經》裡面的一句哈。不是要來談虛，也不是要來說玄哈，只是說有一些，其實夢想是一個很虛的東西，但有時候它又很實在哈。那我想，其實大家都有做夢哈。那我這邊就很想分成兩段哈。第一個是今天我要講是上人的夢境，然後我下禮拜想要來講我們弟子的夢境哈。當然，那個夢都跟上人有關，也跟慈濟有關哈。其實歷史上很有名的夢哈，一直在講，一個是莊周夢蝶哈，就是在莊子的齊物論裡面，莊子有一天夢到他自己變成蝴蝶，非常非常的快樂，然後他就醒過來了，醒過來以後，他突然就在想，到底是他夢到變成蝴蝶很快樂，還是蝴蝶夢到他變成了莊周，是一個很笨重的人。他覺得這兩個形體一定是有不一樣的，可是在夢境裡面又仿佛是合而為一。其實道家呢在講的也是一個融合為一的道，所以這個夢呢其實變成非常有名的哈，是萬物與我為一哈。其實所有的生命形體不同，但是我們的性，我們的众生之性是一樣的，那也就是上人在講的生命共同體。還有一個跟佛教很有關的一個夢哈，是東漢明帝他夜夢驚人，當然這個也是佛教傳來中國的一個說法，那最主要是跟42章經有關。那所以在上人講述的42章經裡面，也對這一段有很詳細的一個描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哈。那主要是這個東漢明帝他夢到一個金人，他非常的高哈，身高丈六，他就整個那種光芒金色燦爛，就在那個大殿這樣飛行。他醒來他覺得非常的奇怪哈，所以當初都有這種太史觀，所以他醒來他就說，這個到底是什麼東西？他就跟他說，西方有神哈，他的名字叫做佛，這是很神奇的哈。所以陛下所夢就是佛，所以你看東方的皇帝夢到了這個西方的一個佛，所以因為這個因緣，所以漢明帝就覺得說，那我要去找，所以他就派了3個使者到西域去求法。好，所以就迎來了這個夜摩騰跟竺法蘭這兩個尊者是很重要，因為他們在易經上是很重要，他們就翻譯了42章經，這是中國最早的佛經。那也建了白馬寺，就是要把這個佛經放進去，這是中國最早的寺院。所以這一個夢本身去成就了一個，當然都說傳說了哈，不過每一個大師都講到它是很重要的。那我們也來看一下哈。這個夢可以是很實在的，讓你去往正向的方向，但如果是不正的夢呢？所以在《無量易經》的德行品裡面，就特別的去講到了這個永斷夢妄思想念，無復諸大因界路。也就是說，當你能夠斷掉這樣的一個夢妄思想的時候，那些所謂的五陰熾盛，其實就不會來跟你的生命，我們這種凡夫之命會產生這樣的一個關聯。我這裡面大概要講的是4個夢哈，但是最重要的要先從《無量易經》，就1972年的上人的《無量易經》，就針對這一句話，上人做了他的詮釋。上人說，凡夫自己做不得主，就像一場夢，你做夢的時候受到驚嚇，怎麼跑都跑不出來，心要跑，腳不跑，叫做困個跋斗。大家有沒有覺得真的有這種感覺嘞？那個腳還會這樣子抖一下哈，覺得為什麼一直踩不到？上人說，世間凡夫啊，大多數就像這樣子的夢，就你非常的一個惶恐。那因為環境的作弄，所以我們沒有辦法掌握自己要走的路。世間就是非多哈，大家都有競爭嘛，為善競爭是很好。但是如果為了世間的相，就外在的相，功名利祿、爭名奪利、爭財爭權，那這個就很可憐。這是1972年的上人在這個《無量易經》講述裡面講的。好，到了2011年的11月3號，這個淨師成語其實是上人在講《法華經》的時候先講了，在講續品的時候先講了這樣的一個《無量易經》，也是在講永斷夢妄思想念。上人說我們真的要好好的警惕哈，要用於自己的心。所以各位可以做一下比較哈。我所謂的一個比較，也就是說，在1972年，上人必須要用很實在的方式去告訴我們所有的有緣的這一些慈濟人們、可能的菩薩。但
但是到了2011年這一段路已經走這麼長了，慈濟已經36年了。上人要當大家講，就是你要回歸到46年你要回歸到自己的心。我們的心，人生如夢，由不得自己。你沒有我們有雜念有妄念的心嗎？如果有，你要去除，因為我們是學佛。那學佛第一個就是要斷除夢幻虛妄的一個思想，要不然整天就像在做夢啊。境界來的時候，你就隨着那個境界走。那經典裡面講，這個就是在《金剛經》裡面講，如夢如幻如泡影。人生看得徹底一點，了解清楚了，其實有什麼好計較的？人生就像一場夢。你看一個311的日本311的大地震，或者我們921的大地震，不管你有什麼樣的夢，在那一剎那之間，其實就是毀掉。那我們為什麼要在夢中那麼認真？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活着，其實可能是一場夢嘛。人生這麼虛幻，哪一個是真假？為什麼要為了人事物來起煩惱？所以我們講第一個夢，其實也是上人跟花蓮跟這個普明寺結緣的，就是上人為媽媽求藥，第一次夢見這樣的普明寺。那這個是1985年的佛七法會，上人說第一次來到普明寺的時候，就覺得這個地方我來過。其實上人家在台中啊，為什麼上人會一直覺得一個跨了一座山的？上人一直在想，我到底是什麼時候來的？上人說，我想到了。他說母親生病的時候，我為她發願之後的那個時候，上人夢到那個形態就是一間很小的廟，可是有一個很大的門，旁邊有2個小門，中間有一尊很大尊的佛像。各位，我們每次在看的時候都覺得這些我已經知道，可是你有沒有想過，每一次做夢我們都想，我一定要好好記住，當你醒過來的時候，我一定要把這個夢跟別人講，然後你就忘記了，你完全想不起來。你說我昨天晚上做了一個夢，然後呢忘了。可是上人可以把夢講得這麼清楚，所以上人一定是清醒的。這平常不曾看過。上人說就是一個床啊，一個竹床就架在那個普明寺那個進來的地方，地藏菩薩。上人說，我就是在門跟門的，就是那個門的中間，在山藥，在煎藥。山藥的時候還聽到一種無法形容的聲音，就像聽見大地呼吸的聲音。那種聲音是非常空有的。說它有聲又像沒有聲音，說它沒有聲音又是很微妙的聲音。上人轉頭去看到了什麼？很美的一朵雲，從雲一直靠近，一直靠近，然後有一位穿白衣很莊嚴的女人。上人把爐扇丟下去，站起來走過來，不由自主的跪下去，把手伸出去，她從葫蘆瓶裡面，所以我們會想到那個光目女啊，也是為了她的媽媽這樣的一個求藥。她倒下一包藥，沒有跟上人講話，上人也沒有跟她道謝，仿佛一切就是很自然的，就是付出無所求嘛。所以上人說接過來的時候，這個女人就退去了，消失了。上人拿過來拆開放進去，把藥倒出來給媽媽喝。這個是一個夢境，它非常的真實。這樣的形態不是一個晚上，是連續3個晚上完全一模一樣，好像是那個影片拍起來，然後再播放，再播放。所以上人想到說，來到這個地方，地藏這個菩薩廟這個地方就是夢境的地方。所以上人說，我當時就感覺這應該就是我要棲身的地方，就是我要留下來的，我就立願要住在那個地方。那當然就開啟了這整個慈濟的這樣子的一個很大的因緣。第二個夢啊，這是講佛教的，講到上人的一個回歸佛教，就失去軌道的火車要怎麼走。上人要強調慈濟是復古，上人的佛法就是要回歸佛陀的本源，而不是任由這樣子的一個已經在一直往前走的一些佛教的形式或者是想法。復古才是真正的精進。這是1989年6月20號，1989年我來慈濟了，然後呢，我在台北分會聽到上人講這個夢，我當時聽了覺得非常的新奇，所以我就跟上人說，我可以把你這個夢寫下來嗎？上人說好，所以也可以找得到有一篇就是我寫的。那這個是上人自己說，上人说我昨晚做了一場夢，夢見我去坐火車，這個火車本來是在軌道上的，剛開始座位是很寬啊，上人想要坐哪個位置都可以，那上人就換來換去啊，好像換了2-3次的一個座位。為什麼上人要換呢？因為上人前排有幾個男眾的居士，那上人換了一下就到了比較前面。
那到了比較前面呢，又有幾個女士不像佛教徒穿的花枝招展，他們說一些很粗魯的世俗話，上人覺得很不習慣，所以上人呢又回來坐在原來的位置。他看到那幾位男眾居士呢，他們在車裡居然穿起了海青，但是呢後面的領子很不整齊，就是穿的不整齊，然後穿在身上的衣袖也撥不開，就是沒穿好勢，總之不莊嚴，頭髮有一些散亂。上人就很疑惑，你們在火車上為什麼要穿海青呢？那他們伸手比窗外說，我們要去那裡朝山。上人想，好好的目標不走，為什麼要在半路下來？剛好我們最近在朝山，下車要去朝山了。可是上人也沒有說出來，就是看到這樣的亂象。這個境界過後呢，再來一個是火車還在走，前面來了一個，很像要換司機哦。有一個人來了，這個人看起來很不起眼，看起來也不太像正規的司機。他一上來就去開了這個火車，可是火車一直開到軌道外，又倒退又前進，向前去。上人就覺得說，這個火車其實沒有在軌道上，而且路的中間是凹凸不平的，兩邊是凹下去的。那上人有跟司機講，他說火車沒有在軌道上，這條路沒有平，很危險。那為什麼火車？這個司機說，因為輪子壞掉了。上人很着急，各位看到這裡，上人說他拿起2根拐杖哦，不是1根哦，福慧是在這個地方就開始了，不管慈善醫療全部在這裡。上人就坐在火車的最前面，用這2根拐杖頂在地上，然後向前走，向后退，因為要想辦法幫忙去推這個火車體，要讓他好好的開這台火車。上人幫他撐着走了很長的路。上人也覺得很累啊，可是意識裡一直告訴自己要再撐下去，要再撐下去，不然火車沒有在軌道上會翻車。我們4大志業、8大法印，上人也不斷的講，你們一定要在法脈上，一定要在中門上，一直到火車啊快要退到火車的軌道的時候，這些朝山的人回來了，把那個不整齊的海青拖下來，一起來推車。這個司機呢就低頭在那個火車，他就下來了，他想要把那個輪子去換螺絲。很多居士也下來幫忙推車，要去換到這個軌道上，他們在下面推，上人還是用那2根棍子一直頂在地上撐，這個是要去撐住這個火車，不要讓它脫軌，希望火車能夠接到軌道。好不容易接上了，可以順利的行走。可是上人說，那個時候我心裡想，奇怪，為什麼火車是往後走呢？為什麼火車是往後走？其實不是往後走，是上人坐的方向。上人說，我人坐在最後面，火車頭在另外那邊，我用2根棍子一直撐着，讓火車可以往前行走。上人說，你們聽得懂這個夢境嗎？聽不懂麻煩回去再看一次。上人說，我驚醒了，正好敲鐘了。我早上拜佛之後就一直想，為什麼夢中的火車會走在沒有軌道的路上？為什麼我坐在火車上好像在坐這種很輕便車，就是不像在軌道上一樣，身體沒有踏到地，只用2隻棍子像在渡船一樣讓火車移動。上人是在撐着讓那輛車。下面上人就忍不住講了，上人說，大家常常說我在教內革新，上人說不是，我是在復古，復古才是真正的精進。就是上人想把這一輛火車，想把佛法往回走到佛陀的最初的根源，就是慈悲喜捨，往前精進。上人說，佛教到現在2-3千年的時間一直在變形，有的已經走樣。我希望將現在的佛教回歸到佛陀時代的精神，所以有一些做法不太一樣，就慈濟的做法不太一樣。當時是有很多教內批評的聲音，當然也有很多外面的批評的聲音。可是我們要復古，上人說也是很辛苦。大家以為慈濟是我開創的，上人說我只是把佛教的精神落實，我不過是用事顯理。因此夢中我以為自己坐在最前面，而火車其實是在倒退。真正的目的是什麼呢？讓它上軌道，這個叫做復古。那這個話說出去要很辛苦的力行，一輛火車那麼長，只靠上了2隻手，靠2根棍子，要撐它能夠動，能夠上軌道。當然這個不是輕易的，真的是不容易。
你不是你付出就能做到。上人說想一想真的很辛苦啊，可是再回過頭來想也很有價值。慈濟委員不斷長期辛苦，為的是什麼？發揮慈濟的功能，發揮慈濟的良人。慈濟的委員不會半路下車，連那些準備下車去朝山的人也會受感動，再回過頭來一起吹那一台火車，這就是人間菩薩招生。就像剛才在講的高雄岡山的，從蓋房子開始，上來說來一個渡一個，來幾個渡幾個，來一團我們就渡一團。這個修行的精神是不一樣的，不論是向前或者是向後退，我們一定要一心一志，依照正確的軌道去走，絕對沒有錯。最怕的是讓火車走入沒有軌道的小路上去，最怕的是沒有正式的司機來開火車，因為換人開了，是上人在前面撐着，如果不是正牌的司機就會偏離軌道。各位學佛要很謹慎，大家要依照正軌去實行，再辛苦我們也要再精進。那再來這個夢呢，這個可以拍成那個動畫，是一隻狗、一隻貓、老鼠還有鏡子組成的夢境。那要講的是什麼？就是學佛要守持戒法哈。那這個是1990年啊，上人在講，上人說昨晚我夢見一隻貓蹲在門口，還有一隻狗被拴在門口，所以一個是自由的，一個是不自由的。他們本來相安無事，也很和睦啊。突然之間，一隻老鼠跑出來了，擾亂人間哈。這貓看到老鼠，眼睛一亮，全身的毛豎起，馬上就去追咬。狗看到你幹什麼？貓那麼緊張的追，它也開始大聲的叫，它叫個不停。到底是要叫老鼠快走，還是叫貓不要那麼無聊？哈，但是它沒有用啊，因為它被人家拴住，哈，一點都幫不上嘛。老鼠很害怕，到處跑啊，跑過來跑過去，找不到一個藏身之處。後來老鼠就衝到中間的牆邊，那個牆啊，剛好有一面鏡子。所以各位，老鼠在鏡子當中反射，貓也在鏡子當中反射。貓看到鏡子裡面的，它就想，原來那邊也有一隻貓在追老鼠，原來不是只有我在追老鼠。所以人生其實是很顛倒的。所以呢，他放棄老鼠，他去跟鏡子裡面的貓鬥爭，就說這個是我的，你不要來。他忙着爭奪的時候，老鼠就逃過了，就跑掉了啊！你們兩個就去打，一個實一個虛嘛。那只狗還是在叫啊。上人說看到那只老鼠安然度過危機啊，上人說我也安然的度過夢鄉，我走出來了，因為說老鼠終於安全醒過來了。上人說這個夢境很有意思，一只狗、一只貓、老鼠跟那只貓忙忙碌碌的追啊，那個狗不停的叫。上人說這個跟人生很像哈，人生忙忙碌碌，為了一些小事不顧一切的奔走。狗是很守本分啊，看到聽到什麼動靜就大聲的叫，要引起主人，叫主人趕快來處理。那這個就像有心學佛的人啊，你要守持戒法，你受很多規矩的束縛哈，所以呢，就是你要趕快叫他，其實很守本分，但他自己動彈不得。還沒有解脫以前，大家可能會覺得彼此相差無幾，就想說啊，如果我犯錯了，你怎麼糾正？我就是不願意改正。可是有人聽法聽經啊，就開始知道道理了啊，知道自己錯了，不能再犯，再起貪念，但是自己還是無法回頭啊。也聽到糾正的聲音啊！你看，像那只貓，它不要悔改啊，真的是無可奈何啊！那只狗它守本分，可是它能做什麼？你眼睜睜看着老鼠被貓追啊，你無可奈何啊！你就是不能去救它嘛，你也是由不得之緣，然後你也勸不了它。鏡中的境界向前，貓以為有另外一只貓，另外一只老鼠，放棄實有的老鼠，去和鏡中的貓競爭。人生跟這個是很像，有時候我們會放棄實有的境界，所以上人一直叫我們要腳踏實地，叫我們要誠正信實。然後你放棄這個去追尋虛幻的，看得到卻看不到的境界，為此還花很多的力氣，結果真正的好時機錯過了，又不知道醒悟，還跟假的境界在爭逐。旁邊的人看了也很緊張啊，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你勸解也沒有用，只能在心裡為他緊張。佛陀看眾生也是這樣啊，那麼剛強，盡心盡力的教育他，問到眾生又得到多少法？聽歸聽啊，還是有很多障礙來束縛。看到境界的時候，知道自己錯了，還是會很難超越。我想這個就是所有的一個困難跟我們的挫折根源處。所以上人說，在佛有20難裡面呢，忍色忍欲難，欲境現前，要眾生壓制貪欲是很難。就像那只貓啊，老鼠是貓最大的誘惑，要它不去追捕實在是很難，它一定要去追。
那我們已經聽聞佛法，所以我們的警覺性要趕緊提起來，守住自己的心，不要貪色貪欲的念。多數的人被世間的色欲誘引，才會造業不斷。所以大家要把這個夢境要拿來自我警惕。沒有聽得很懂 PPT 還是一樣，好好把這個文字再看一遍。那再來一個夢呢，其實以前也講過，但是還是要講，就是說聖人無夢，夢必有真。聖人其實是無夢的，但他如果做夢，一定就是有在要驗證一些什麼事情，這也是上人的夢。這是在我們1972年的義診所要開始起業的時候，上人的媽媽胃穿孔要開刀，到底要怎麼抉擇？那當然最後上人覺得就是苦難的人救了，媽媽也得救了。所以這個是90年了，在護專的週會，所以上人特別，上人說籌備義診所的時候，有一天是接到家裡的電話，妹妹說媽媽動不動就暈過去，那義診所正準備要開幕的工作，3天以後就要開幕了。那你現在上人說你趕快叫醫生來打針急救啊！媽媽醒過來的時候，你就跟他說，請他能成全我，讓我安心把義診的工作做好。所以就在這個掙扎的過程當中啊，上人就夢到了山谷裡面的一條溪，有很多的水但是上面是流下來。上人看到彼岸有很多飢餓的人，很瘦很冷，在受凍受寒。那上人就準備了，就發放嘛，準備了一些棉被衣服。可是上人必須跳過一顆一顆的石頭，才能把這些東西搬到那裡去。所以上人在這樣的夢境裡面，也看到媽媽也在水裡面。上人一手拿着棉被，一手還要伸手去救媽媽，可是拉不到。要拉她，就一定要把這些棉被放下來，你要把這些救濟的物資放下來，你就只能救媽媽，那你就沒有辦法過去救那一些受苦的。上人說，當我心裡不知道要捨這邊或那邊的時候，又聽到彼岸的人在叫很冷很冷啊，又好像在叫很餓很餓，很多淒涼的聲音到上人的耳朵來。上人就想，應該要先救人多的地方，然後呢才來救媽媽。所以下了這個決心，抱着棉被跳過石頭。上人說，跳過去以後，看到媽媽居然也到了岸邊了，他也跟着大家歡呼說，得救了得救了。所以上人醒了就想啊，對，我應該要靜下心來，我應該要把慈善的工作做好。就這樣3天過去了，到12點的時候開幕，上人搭2點的飛機，上人是不搭飛機的，但不得已到回去，然後再轉豐原。醫生就說，媽媽非開刀不可，你不來我們很緊張。為什麼？因為媽媽一直不肯開。上人說，那明天就開。那外科主任出來的時候，就是端着一個鐵盤，裡面有一塊割下來的胃，那個胃是有穿孔的，醫生用手指頭穿過去，吊起來在空中。他說，你看這麼大一個桶，旁邊還有好多那個筷子可以穿過去，小小的洞7、8個，這樣還能活下來，是你們的菩薩保佑。對，上人的菩薩有保佑。這也是夢，雖然人生如夢，夢如夢也是人生。上人說，媽媽現在很歡喜，她常常以有這個女兒為榮，現在她是我的委員，叫我師父，但我還是叫她媽媽，她做得非常的高興。上人說，人生只要一顆很誠懇的心夢都會是真的。我們每一個人可能都在夢中，可是夢中還有一個夢，大家真的要做一個好人生的好夢。唐代永嘉大師有一個證道歌說，夢裡明明有6趣，就是我們的現實人間，覺後空空無大千，一個空就是空，2個空就是真的是盡極清晨了。可是這個不是空啊，上人說要真空妙有，要妙有真空。心經裡面說，遠離顛倒夢想，就近涅槃。我從小就會背心經，你一直念一直念，沒有恐怖，沒有什麼，但到底要怎麼做到？來了慈濟以後我知道了。上人說，你就是要修要行啊，修什麼？內修誠正信實，外行慈悲喜捨，做就對了。一旦做得踏實，你就能夠遠離顛倒夢想。好，感恩各位。